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杨颖带资进组强女主，导演力保赵丽颖知否利益链有多深？知否作为过年期间的大爆剧，肯定是一家人一边其乐融融地吃着年夜饭，一边讨论着剧中的剧情。别看整部剧的质量和播出效果这么好，当初可是差一点就翻车了。导演钦定的女主差一点就被杨颖抢走了，朱一龙饰演的小公爷也让导演直呼后悔。但好在最后演员们力挽狂澜，让知否成功成为电子榨菜。杨颖抢女主，同为85花里的顶流，杨颖的演技那可真是一言难尽。回看赵丽颖，出身没有杨颖好，长相也偏可爱，嫁的老公也不如杨颖厉害，可演技却甩杨颖10万8千里。但杨颖仍要跟赵丽颖抢角色。知否作为一个大 IP， 在选角上自然要万分谨慎，因为一旦选的角色演不出来那种效果，那简直就是灾难来临。既然是东阳正午阳光出品的剧，试镜的演员自然有很多，但当监制、编剧和导演们看完剧本后，都一致地认为女主角盛明兰的最佳人选是赵丽颖。当导演带着剧本找上赵丽颖的时候，赵丽颖欣然同意。可杨颖这个时候急需摆脱自己抠图女王的名号，盛明兰这个角色设定太讨喜了，能轻松收割一波观众缘。因为杨颖拍摄《云中歌》的时候，大部分镜头都是 P 的，她想证明自己的实力，就带着投资找上了剧组。可导演侯洪亮又不傻，谁演技好演技差他分不清吗？杨颖是很美，拥有4国混血统的她美帝倾国倾城，可她的演技是真的差劲啊！从《云中歌》里的表演就能看出来，她只会瞪眼假哭。连网友都声称杨颖只适合演一个不需要演技的花瓶，要是把女主角盛明兰交给她来演，那这部剧就没有拍的必要了。侯洪亮想都不用想，直接就拒绝了杨颖出演女主的要求。可杨颖还不死心，她向导演打包票，说自己不光可以带一大笔资金进组，还有庞大的粉丝流量。这个条件很诱人，但侯洪亮压根不在乎。赵丽颖的流量也不小，为什么要因为1点流量就放弃了自己拍摄知否的初心呢？杨颖见侯洪亮还不松口，不惜搬出自己的老公黄晓明来施压。要知道黄晓明在圈内的地位可不仅仅是一名演员那么简单，抛开他参演了许多影视作品不说，圈内各大导演对他的称赞也颇丰。黄晓明在演技方面不光获得了许多奖项，还一直致力于做公益资助贫穷的人上学，还参与各种投资和参股。最有名的名号就是华谊兄弟的股东，连福布斯中国名人榜常年都有他的名字。可侯洪亮根本就不是趋炎附势的人，他对艺术很认真，哪怕今天有人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他选定的女主角也不能换人。杨颖没办法，只好松口，不再去抢赵丽颖的女主角。赵丽颖也没让大家失望，她呈现的盛明兰活灵活现，好像这个人物就站在我们面前一样。导演后悔请朱一龙。朱一龙近些年为电影行业做出的贡献，我们也是有目共睹的。他不管演哪一个角色都深入人心，正如最近爆火的电影《消失的她》，他饰演的何非真实令人牙痒痒。然而他在《知否》里饰演的小公爷，也不是一个很完美的角色。从盛明兰的角度出发，甚至可以说是渣男，可他却让观众们恨不起来，让导演后悔请他演。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别看朱一龙现在这么受欢迎，当初选角的时候，导演是根本看不上这个新生代演员的。导演说之前看过朱一龙演的电影，觉得他的演技还需要打磨，就拒绝了朱一龙的请求。那个时候朱一龙主演的《镇魂》还没播出，所以导演看不到他演技的转变。可
可朱一龙不愿意放弃这么好的机会。小公爷的表演难度非常大，他可以从中学到很多表演技巧。于是朱一龙经过不懈的努力，多次试镜，用真诚和实力打动了导演，这才有机会塑造出一个即便渣，但我还是爱他的小公爷形象。朱一龙的勤奋好学都让导演记在心里，哪怕吃饭的时候，朱一龙也是细细的钻研剧本，所以导演很后悔请他来演，因为朱一龙为了演这个角色连饭都吃不好，可这个角色又需要增肥，朱一龙只能逼自己吃饭。可让导演后悔的还不止这一点呢。剧中的小公爷温文尔雅，学识渊博，是城内的第一美男。剧外的朱一龙也是一个安静专注的美男子。朱一龙没事了就喜欢坐在角落独自钻研剧本，他对待自己的事业也是十分上心。他这么上进，可和他同组的女演员们可就没那么上进了。朱一龙长得很帅，人也很温柔，不管什么时候都是笑盈盈的，让人觉得很温暖。同组的女演员们也是这么想的，一个个都恨不得把眼睛长到朱一龙的身上。原来导演后悔请朱一龙，是因为他太受欢迎了呀。导演对此也很苦恼，没戏拍的那些女演员就天天盯着显示屏，跟他一个导演抢位置看朱一龙演戏。有戏拍的女演员总是时不时就瞟一下朱一龙，欣赏一下他的容颜，这可真是把导演愁坏了呀。饰演大娘子的刘琳曾在采访中说：“可惜我没有女儿，不然一定把她嫁给朱一龙。”饰演顾廷烨继母的王一楠也说：“可惜我俩没有对手戏，他这么帅，演老公演儿子都可以啊。这还得了？一群人不想着怎么演戏，倒是天天想着怎么嫁给朱一龙，这可真不怪导演后悔啊。”不过朱一龙长得帅也演得好，他将小公爷对盛明兰的内敛克制和遇事犹豫不决的神色全都展现得十分完美，即便他的人设很渣，也依旧阻挡不了一大群人对这个角色的追捧。演技拉垮。然而大部分网友还是质疑赵丽颖的演技，说她念台词的时候磕磕绊绊，一点都不符合盛明兰的身份地位。也有网友说赵丽颖的演技很好，盛明兰就该是这个样。他们争论的片段就是盛明兰与顾廷烨吵架的戏份。首先我们要明白一点，盛明兰是什么身份地位？虽然她的父亲在朝里当官，哥哥考试高中，她也嫁给了顾家家主顾廷烨，还当上了诰命夫人，可她在娘家的地位依旧是庶出。那个朝代的人有多看重嫡出庶出，不用我多说了吧。盛明兰的小娘在家里更是没有一点地位，连冬天的炭火都要靠抢才能拿到，可见盛明兰小时候在家里过的日子得有多苦。盛明兰的父亲也有很多优秀的儿女，压根不在乎她这个庶出的女儿，所以盛明兰从小就自卑，不爱说话，跟别人吵架了生气了，一着急当然磕磕绊绊了。难道我们自己吵架的时候不会急，不会磕磕绊绊的争论吗？赵丽颖细细研究了剧本，才参透了这个道理。她真正的读懂了盛明兰这个角色，也正是她这种敬业的精神，才让我们看到了这么贴近生活、这么活灵活现的角色。还有一场戏是盛明兰在大火中生孩子，当时她正在生产，可后院直接着火了，她又因难产，导致孩子一直憋着出不来。赵丽颖在片场请教了许多孕妈妈，才演出孕妇难产的焦虑。从她头上手上爆出的青筋就不难看出，她真的努力去塑造这么一个角色。孩子出事后，盛明兰也没有想着赶紧从大火里逃离，而是看见孩子那一刻瘫软在的，喜极而泣，这是一个妈妈该有的反应。这些都能证明导演保下赵丽颖的决策是正确的。假如女主角真的给了杨颖，那知否绝对不会有今天的好成绩。片场趣事，另外片场还有很多其他好玩的事呢，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大娘子着急出门看自己儿子是否中榜而被绊倒的故事。
其实这就是一个大乌龙，这个动作压根就不是剧本里写的，这完完全全是大娘子扮演者刘琳无心而为的。因为剧组第一次来到这个院子里拍戏，刘琳也是没接触过这里的地形，她一边念台词一边往外走，所有人的注意力全都沉浸在表演里，压根没注意到脚下的门槛，所以刘琳一不小心就摔倒了。事后导演觉得这一摔好呀，很符合大娘子的人设，也很符合大娘子当时的心境，就把这个片段给留了下来。还有个更搞笑的乌龙事件，那就是沈国舅妻子生孩子的那一段。当时饰演沈国舅的演员在说完台词后，以为没有自己的戏份了，见明兰端过来一盘点心，他直接上手嘎嘎就是炫，整个一事不关己的态度。事后他解释是因为当时实在太饿了，一时间没忍住。哪成想还有一个机位对着自己，把自己偷吃的画面给拍了下来。我真的要笑死了，一个偷吃的名场面就这样诞生了。这次的歪打正着不仅刻画了沈国舅不在乎自己妻子的形象，还很顺利地表现出了他拎不清的人物性格。另外剧中最搞笑的还的是大娘子，虽说大娘子的扮演者刘琳是被临时拉来救场的，可她也塑造了一个让大家啼笑皆非的诙谐的当家主母。本来大娘子是刘孜，可是拍了几场后，刘孜发现自己根本驾驭不了大娘子，就主动离开了。还是另一位导演张开姆拉来了刘琳，才挽回这个残局。张开姆跟刘琳的渊源也是蛮深的，在很早拍摄《父母爱情》的时候，两人在剧组中相识。当时的张开姆只是一个摄影师，但饰演江德华的刘琳演技非常好，很快就让张开姆臣服了。他也发誓以后当上导演了，一定要请刘琳来给自己演戏。这不正好知否缺一个角色，张开姆就把刘琳拉过来了。也幸好是刘琳饰演的大娘子，她精湛的演技让大家根本厌恶不起来这个没心没肺的当家主母，也一举让大娘子爆出了许多出圈名场面。什么我是整个扬州的笑话，我父亲配享太妙，一时间这些都被制成了大量的表情包在网上传阅，其中好大一张床更是成为网络热梗，令无数网友直呼太搞笑啦。